在大结局里，凌不疑与程少商终于在一起，事业与爱情双丰收。最后的最后，在原著中有说到，凌不疑带少商出门云游，他们终于在一起了，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而在凌不疑变成霍不疑后，三皇子变成太子，成功上位。这位三皇子其实很有意思，在整部剧前期，三皇子的戏份少得可怜。这部剧分了前期和后期，前期家庭伦理，后期复仇虐渣。三皇子的戏份几乎集中在月升沧海。看了整部剧才发现，这位忙着磕 CP， 天天张嘴闭嘴凌不疑，在战场上得靠凌不疑才能活命的三皇子一点儿也不简单。首先，不按套路出牌的三皇子更有潜力担当大任。早期三皇子宠爱一个侍妾，这位侍妾仗着怀了孩子，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了，面子有了，就开始了作恶模式。他暗自以为如今的自己就算被人告了也无妨，三皇子会保他周全。谁知三皇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依照律法办事，该斩首的斩首，该流放的流放。在原著里，这个小妾不堪忍受母族的结局，上吊自杀。若非如此，三皇子的儿子会早早到来。因为此事，他落了个心狠手辣的名声，把皇帝老子气得半死，给他请了好几个教仁德的夫子。三皇子行事风格从不更改，狠起来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，当众举报自己的三妹领地流通伪币。妹妹当时也是满口吃惊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！其实三皇子和岳飞娘娘很像，他们十分清醒，懂得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能碰。三皇子为国着想，岳飞为家着想。对此，三皇子本人觉得违法乱纪，残害良民，本该重重刑责。面对律法，皇子犯罪与庶民同罪，真的让人好爱。你就说这样的皇帝配不配当上太子？其实我觉得，一开始文帝心中最适合的太子就是三皇子，很多事情也都是由三皇子出面，只是一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。明眼人都可以看出，三皇子秉公执法，不偏不倚，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。手段他有，计谋他有，仁慈他有，善良他有，他不担当大任怎么可能？其次，忙着磕 CP 的三皇子有清醒的爱情观，整部剧其实并没有明显描写出三皇子的爱情。作为凌不疑的忠实粉丝，三皇子当然时时刻刻都考虑子胜。子胜喜欢少商，但偏偏他不这么看。可能他最讨厌的女子类型便是少商这种一点也不贤惠的女娘。他还说过，如果凌不疑和程少商的女儿不像袅袅，那还考虑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少商之女。足以见得程少商着实不是三皇子欣赏的类型。他甚至觉得子胜多次受伤都和这个不听话的女娘有关。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来，不喜欢程少商是真的。但是三皇子重视凌不疑也是真的，真真切切将十一郎放在心上，拿他当亲兄弟，才会对少商挑来挑去。最精彩的地方，凌不疑跳崖。在原著中，三皇子说，亏他待你一片痴心，你竟毫无情义的去告他，你这个凉薄自私的贱人。三皇子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其实在凌不疑和程少商的这段恋情中，奔赴一直是双向的，就连抛弃也是双向的。一向聪明的三皇子又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他只是太生气了。三皇子对于女娘大多是嫌弃他的生母岳娘娘极不贤惠，嫌弃宣太后不怎么贤惠，一众的公主姑母更是与贤惠搭不上。他还说，妇人只需深明大义，温顺柔绵即可。最惊讶的是，三皇子最敬佩的人竟然是随父打仗的萧夫人。初看真的会被三皇子神奇的脑回路笑死，但仔细看你会发现，三皇子的爱情观倒没歪。他最欣赏的萧元一，有才有貌，大气睿智，格局气质，外貌风采无一不缺。三皇子若日后选妃，也绝对不会选择只有外貌的女子，他太明白成大事者背后的女子该是什么样子。再者，三皇子胆识过人，是非分明，整部剧埋了一个伏笔，三皇子与凌不疑隐藏颇深的交情。儿时当霍无伤变成凌不疑回宫后，落水是三皇子救的。往后凌不疑学习浮水，太子以为其落水救他上来，却落了人后的美名。这两个小子生出了夺嫡的想法，小小年纪就心思如此深沉，开始为了这天下而算计。哪怕生出了这样的想法，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帮助太子，
筑基摆平许多事，暗自做这些事情，应该是在还宣皇后对他的养育之恩。三皇子应该很不理解文帝为何要瞻前顾后，考虑各种因素。对于他来说，错了便是错了。仁厚有时候真的不能成大事，就比如这个仁厚的太子，被身边太子妃算计也不知。君王要强势，要能够面对群臣而面不改色。三皇子很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代明君，当初的子胜也没有看错。剧中有一个画面，在宴回塔那次，为了躲避少商被凌不疑捞着差点掉落，这也是他们的计谋。其中那个看不见的人便是三皇子，这不也就说明子胜早就与三皇子合作了？为着天下和大局，三皇子有胆有识，有用人之能，能明辨是非，秉公处理。这样的人太适合当君主。最后小可爱的三皇子才是最吸引人的。其实有时候三皇子也有点小可爱，即使是最心思深重的人，也会有最幼稚的一面。凌不疑为少商报仇挨了板子，少商心疼，一直往三皇子执行的地方扔石子，就这被三皇子记恨上了。在整本书的结尾，在电视剧没拍出来的片段里，三皇子像个孩子一样报了当时的石子之仇，这种傲娇内心小可爱真的好绝啊！三皇子这个人物塑造的十分成功，得天下者应该都会有些小遗憾吧。三皇子成为太子，那往后便是要做君主的人，可是身上偶尔暴露出来的小可爱，却是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。一个人物吸引人，并不是他有多么完美，而是他像无数普通人一样，有勇有谋，也有普通人身上的小可爱。并没有等到子断的剧中爱情，却见识到了一个储君的胆识和深沉。小小年纪便生出来的谋略与睿智，真的是人间清醒。所以三皇子才不简单，他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磕的 CP 圆满了，自己当上太子了，往后的日子只会更好。人间清醒的三皇子才是最大的人生赢家。